2024年12月26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两型下一代战机验证机分别于成都黄天坝机场和沈阳北陵机场成功首飞。2025年3月17日，歼36战机再次在成都上空试飞。相对于第一次有歼 20S 伴飞，第二次试飞没有伴飞。今天的视频就让我们根据现有开源信息，聊一下我们对这两型战机的分析与看法。在聊这两型刚刚首飞的划时代强大武器之前，我们先讨论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六代是什么，或者说代际是什么？如何给战斗机划代，每一个国家甚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本质上这都是人为的对具有相近技术特征战斗机的归纳。上世纪80年代，法国阵风面世时就宣传自己是第4代战斗机。97年 F-22 横空出世，并首次使用后来传播甚广的 4S 标准，重新定义了4代机。可谁也没想到，美国人马上又用 F-35 否定了其中一些指标。同时，俄罗斯将 T-50 归为第5代战斗机，让全球不得不重新对战斗机进行划代。更有波音靠着与史密斯专员的深厚情谊，堂而皇之的搞出来将 FA-18EF 也归为5代机这种令人捧腹的烂活。回到国内，实际上除了航空专家张军老先生外，官方并没有给出过明确的5代划分。本视频为了方便介绍，后续会将歼20称为5代机，刚刚首飞的两型战机称为6代机。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先聚焦南索这架采用无畏小展显比飞翼布局的6代机。首先从外观上看，南索6代机采用了巨大的机身和高度的翼身融合设计，巨大的起飞重量使得起落架采用了双轮结构，这非常有利于增加升阻比，增大机内容积，对航程和速度的提升也非常显著。那么它的飞行包线和作战半径应该是前代战斗机所不能比拟的。巨大机身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更大尺寸的弹仓，进而容纳特殊尺寸的弹药。未来随着探测水平和协同交战能力的不断发展，反隐身技术上天是迟早的事。探测距离提升，则交战距离也会不断提升。现在的中距空空导弹的地位可能会被远程、超远程空空导弹逐渐替代，就像当年中距弹替代格斗弹成为作战主力一样。从近几年各国空空导弹的发展也不难看出这点。中国做了像电线杆的霹雳17，俄罗斯做了老树新花的 R37， 美国人做了标准上天的 M174， 而他们的尺寸对于在中距弹刚刚发展成熟的时代立项定型的各类5代机弹仓来说，毫无疑问是装不进去的。所以我们认为它的弹仓具备装载超远程空空导弹的能力，并且可能具备装载更大特殊尺寸弹药的能力。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后面再解释。尽管高度翼身融合的布局可能使它的低可探测性更强，同时合理推测其部件尺寸应该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传统反隐身技术，例如机载 L 波段雷达进行了优化。不过隐身能力实在难以用目力的方式测算，6代机到底隐身怎么样，得等以后进一步的资料披露了。这种小展显比飞翼布局使得它获得更高的飞行速度和更强的隐身能力，同时国内已进行了大量的先期研究和技术验证，通过机身修行，其航向稳定性弱等问题已经得到了有效缓解，加上开裂式阻力舵或者可能的电磁激励控制等技术，配合可能的矢量发动机，作为下一代战机的机动性不会太差。其次，再让我们看看它的座舱设计。未来战场上，飞行员除了要操控飞机和武器，还要处理海量的数据，指挥无人机协同作战。在 AI 完全成熟前，单个飞行员已经不能满足这样的作战需求，双座在此刻成为了刚需。得益于巨大的机身，6代机采用了战斗机中少见的并联双座布局。虽然这种布局的飞行员视野相对较差，但是对于注重远距离空战的战机来说，视野并没有那么重要。在机身长度不变的前提下，并联双座与串联双座相比，具有更高的空间利用率。最后重头戏来了，在动力系统上，蓝索6代机破天荒地采用了两侧与背部混合进气3台发动机的设计。两侧进气作为主要进气方式，意味着它并没有放弃作为战斗机所需的机动性。而如果第三发使用腹部进气，内置弹仓导弹发射时的激波与火箭发动机的废气烟雾都可能影响发动机工作，所以最简单的进气方式就是背部进气了。背部进气一定程度上为机腹腾出了较大空间，便于收纳弹仓，并且平滑的机腹有利于提升整机的隐身性能。这也是为什么 F117 莫兰验证机、B2、B21 以及诺格的 N401 验证机都采用了这种布局。可能有观众要问了，既然背部进气这么好，为什么没几个战斗机用呢？因为背部进气有几个较大的弊端，例如当飞机进行大迎角机动时，机身会阻挡进气道口而影响进气效率，这直接限制了战机的机动性。
对传统战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同时，对现代战斗机而言，利用涡流增生是最常见的增加升阻比的方式，但背部进气会受到机身上表面增生涡流的影响，在整机设计时不得不有意避开进气道，或者故意削减涡流强度，以保证进气道稳定工作。这无疑会进一步恶化飞机自身的飞行性能。这个问题甚至直接影响到了包括两侧进气道设计在内的整体气动设计。例如，该机并没有使用歼20同款的会将多余气流挤压排出，并使用进气道上唇口产生涡流的 GNC 进气道设计，而是使用了复古的加莱特进气道设计，并将进气道掩盖在边条下，让其机体上表面得以保持一整个完整的边条与机翼结构，极力地避免了多余涡流的产生。这与歼20复杂的多涡系耦合增生是截然相反的设计思路。诚然，加莱特进气道会影响引伸，但是对于一架验证机来说，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原因有两个：第一，战机进气道设计会随着动力系统的改变而改变。目前南索6代机验证机试飞所使用的动力大概率会与量产版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动力系统最终拨云见日后，两侧进气道的外形特征可能还会发生重大改变，甚至如果更进一步采取组合动力，我们可能还会看见与现有设计完全不同的进气道。第二，加莱特进气道具备在内部进行可调设计，以适应更宽速域的条件。如果这架战机的作战模式真如我们猜测的那样，那么其加莱特进气道引伸性能相对较差的缺点，对于其超远交战距离来说就变得瑕不掩瑜了。毕竟战斗机设计是一个权衡利弊做取舍的过程。除此之外，还有弹射安全性问题。飞行员在弹射时，发动机可能还在工作，巨大的吸力可能会影响到弹射座椅的正常工作，导致弹射座椅与飞机发生碰撞。这种情况下，尽量选择整体座舱弹射会更好。而三发设计对关注客机的观众们来说则再熟悉不过了，比如传奇客机3X几、特种机特长生图154和麦道 DC10 等。在早期涡扇发动机可靠性有限的条件下，三发客机以强于双发机的可靠性，兼顾传统航线和洲际航线的泛用性，低于四发客机的体积与成本，曾经占据相当大一部分市场。与客机简单粗暴在屁股上直插发动机不同的是，战斗机长期以来受限于结构、进气道布置、复杂的重心调节、配套燃油液压管路设计等问题，除了美国 N2349 这种节机方案外，很少有见考虑。这些年，随着飞碟系数的普及，发动机控制逐渐简化，功率电传技术与纯电电液作动器的应用，也使得发动机对安装位置和数量的限制相对变少。三发作为一种简单粗暴获得更大推力的方式，时常被各类研究机构和公司提起，但最后又都不了了之。归根结底，其实是大家并不知道未来的需求是什么，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增加一套动力系统给飞机带来了推力和能源供应的巨大提升，但同时也会导致体积重量的增加、燃料消耗的增加以及可维护性的降低。既然六代机采用了这种设计，说明这些缺点相比其在既定作战环境下获取的优势来说，完全可以接受。以上这些就是对南索六代机目前信息的分析和汇总。与南索的机进设计不同，北索的设计就传统的多了，它采用了无尾拉姆达翼布局和 DAC 进气道双发设计，相比南索的飞碟更符合人们之前对所谓六代机的想象。但由于网络图片、视频等资料都相对较少，所以我们无法给出进一步的分析，只能粗略评估它的体量较南索六代更小。南索和北索都拿出了自己的设计，各有特色，会有当年美军 YF-22 与 YF-23 比翼齐飞的感觉。至于双方是竞争还是互补的关系，最终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到这，对于南北两架六代机的外形特点就介绍完了。不过对于实际上六代机该怎么作战，具体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我们一无所知。但这不妨碍我们结合近些年空军作战的思路和未来技术发展的脉络做一些推测，大家姑且听之。首先，我们反对所谓南索六代机是歼轰的说法，因为对于这个体量的战机来说，可挂载重型弹药具备较强空对面打击手段，几乎是一种不管怎么设计都必然捎带着出现的能力。这并不能说明它的定位就是歼轰，相反，我们认为这就是一种超乎想象的具备划时代制空能力的多用途战机。现代战争怎么打，先进武器怎么样，在近40年的历史中，几乎一直是由美国人说了算。对于21世纪30年代的空战形态，美国人在2015年发行的《空军未来作战概念》中做了详细的阐述。在那个歼20还未服役，中国空军主力还是歼10、歼11的年代，强敌将未来的重心聚焦在了复杂的网电空间对抗上。比如，假设在2035年某天要利用全面的分布式节点的体系，借助由卫星到互联网上收集的情报，配合仆从军在 AI 的辅助下完成对太空重要资产的保护。
在这份报告中 ，ARAD 也就是现在我们无比熟悉的区域拒止反介入作战，还只是个数年前提出的需要重视的新概念。报告中要求确保能够获得并保持必要的制空，并削弱先进敌人态势感知的能力。这份报告里，美军展现了其极强的远视主义思维，对太空资产的重视，对网络空间的重视前所未有。尽管这一切在当时已经足够料敌从宽，但谁也没想到，不到10年时间里，太平洋对面已经崛起了一支无比强大的空中力量。2023年3月，这份报告又被添加了2页，着重阐述了美国空军在近未来要同时面对的6个战场。相比15年充满梦幻的高科技碾压，23年的6个战场务实且注重防御，比如争取进入战区，提前预料要受到的抵抗和干扰，为起飞而战，即便本土的空军基地都不再安全等等。显然，强敌已经把预设的战场从太空拉回了西太平洋。在这里，他们不仅要努力活下来，还要带着狗腿子们尽一切可能干扰我们的行动。而我们的6代机正是要确保敌人在西太平洋来自空中的威胁企图彻底破产，让他们在自己预设的6个战场里被我们打败。ARAD 的本质是依托体系，利用高效的远程、超远程打击能力，对假想敌造成巨大威胁来进行震慑。如果他贸然干预，那么将付出巨大甚至是不可承受的代价。曾经我们在空中进行 ARAD 作战的主要手段是使用具备隐身能力的歼20进行穿透制空。然而对动辄1-2千公里的拒止区域来说，长途奔袭到敌方节点所在空域，使用内置的射程100-200公里的空空导弹进行打击，某种意义上和当初用22型导弹艇突袭敌方航母战斗群一样危险。尽管现在的条件下，发现并拦截隐身战机存在相当的难度，这种作战的可行性依旧很高，但随着技术的进步，面对越来越强大的预警机、未来无人机构成的网络，这种战术成功率会越来越低。想要在更安全的距离上完成作战，战斗机就必须能够瞄准超远距离的敌人，发射超远距离的空空导弹，以更高的速度进行打击。这10年，在解决了弹道导弹中继通讯问题后，我们通过天津卫星定位和空基无人平台，实现了对航母战斗群这种动目标在4000到5000公里外的跟踪与打击能力。如果把这种能力放到对空作战上呢？前2年，吉林1号星座已经展示了对空洞目标的持续跟踪能力，虽然时间还并不长。但是随着星载 100Gbps 超高速激光通讯能力的实现，未来使用相应的光学雷达军用星座进行接力，或者天基与空基平台直接进行通讯以提供火控数据，完全有可能实现像弹道导弹打航母那样的超远程空对空打击。而这种超远程空空导弹就是上文所说的另一种内置特殊弹药，这将帮助我国6代机未来实现交战距离1000公里级的空对空作战。同时，南索6代机预计还会拥有反太空或临近空间目标的能力。除了近地轨道上部署的星座，这几年 DARPA 不断聚焦的极低轨道还有临近空间，在未来都会布满各种飞行器。想要获取制空权，对这些区域的目标发起高效的打击是必要的。飞得特别快、特别高的战斗机来执行这种任务再适合不过。一款战斗机在立项之前需要经历漫长的预研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对既定的任务目标进行规划，对技术路线进行大量的比对试错，并对新技术进行大量的试验验证。一个国家级项目的立项往往需要10几位甚至几十位院士的签字，他们背后是几十上百个科研团队与该行业成千上万的科研人员。一个项目基本能够代表业内的大多数对这一行业发展大方向的认同，同时也能间接反映出该方向的需求与所面临的潜在威胁。同时不可避免的，先出现的型号会因为其先驱的探索性质，在其他后来型号出现后，相比之下会有一些早期特性与缺陷，比如梅262使用翼调布局导致飞行性能很差， F-15 缺少的前缘机动精益， F-22 贫瘠的光电系统与电子战能力等等。诚然，我们的6代机也可能遇到这种情况。这时候有人会问，那岂不是谁先搞6代机谁吃亏吗？当今最伟大的战略家有句话可以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设计装备就是设计未来战争。率先做出新一代战斗机，让我们第一次拥有了主动设计未来空战规则的权利，是我国从跟跑者向领跑者转变的标志性成果。管你叫什么 NGA， 未来的天空必将由我们主宰。